在西班牙，有一家需要提前1年预定才能吃到的餐厅，而它的招牌菜是一盘令人惊叹的甜点。据说只要把一瓶水倒在盘子上，就能瞬间凝固，形成一座小山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碗拿铁。今天我要复刻的是这道来自人均价格2000块的米其林3星餐厅 El Sala de Can Roca 的招牌菜水的魔法。按照大师傅的说法，这道菜从开始到做完需要整整2周，而最耗时间的东西就是这个液蛋、甜瓜、回酥、芽。液蛋的话容易。我现在在纽约的一家化工厂，之前已经来过很多次了，我跟这老板都熟了。Hello, can I get some nitrogen? About 10 liters. OK, 搞定了。至于甜瓜嘛，哪儿都能买到。稍微麻烦一点的就是这个回酥的芽，这玩意儿发芽的时间特别短，所以超市里面肯定是买不到，能买到的只有它的种子。好吧，根据我小学帮我妈种花的经验，只要拿土盖住，保持湿润，大概1周左右就能发芽了。你们看，已经发芽了。现在的话，刚好可以做第2费时的东西——浅绿茶土试酒硬糖。这玩意儿吧，做法其实和棉花糖挺像的。先把玉米淀粉加热8小时烤干，然后还要买这种绿茶土试酒，大概55刀1瓶，折合半瓶5粮液的价格。你们觉得算贵吗？把糖和水熬到109度，再拿酒和拢，形成稳定的糖浆。为了让淀粉充分的吸收水分，还得像我一样把它们在烤箱里铺得平平整整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舒服多了？你们听我解释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人大师傅也是这样，只有戳孔了才能把糖浆倒进去，形成稳定的结构。最后放进烤箱烘干24小时，一份茶土式硬糖完成。你们有没有吃过一种叫酒心巧克力的东西？这玩意儿就跟没有巧克力的酒心巧克力一模一样。原版里的水之魔法，根据菜谱的描述，是用一种叫做过冷水的东西做出来的。哎，这个我好像学过。没记错的话，这玩意儿必须先找一瓶足够纯净的水冷冻，只要没有过多的矿物质，就能在0度以下依然保持液体的状态。至于冷冻的具体温度，我来看看大师傅是怎么说的啊。零下5度。OK， 我懂了。只要能保持零下5度，它就会变成理想的过冷状态。大师傅，你骗人！在亲自实验了无数次以后，我发现只有把1到4瓶500毫升的室温纯净水放到零下18度的冰箱里冷冻2个半到3个半小时，才能形成完美的过冷状态。你们看，现在它还是一瓶普通的水，对吧？别眨眼啊！怎么样？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了的，记得投2硬币，让我统计一下人数啊！最后还有3种酱：牛油果、柠檬酱、9层塔寒天酱和柠檬汁、柠檬水寒天酱。虽然名字很复杂，但是做起来却意外的简单。就找一台破壁机，把所有食材都打成糊糊。牛油果酱的话，贴上保鲜膜冷藏就行。另外2种酱还得加上寒天粉，烧开以后放凉到室温，最后用均质机打成丝滑的糊糊。吃起来也是真的香，尤其是这个9层塔酱，真的特别的清爽。哇，好吃啊！别的不说，连我家的猫都挺享受的。佳佳，过来。OK， 总算搞定了。回酥的芽也长好了，你们看到这2枚叶子了吗？只要把它放在阳光里待上1天，光合作用就能让它吃起来更加有甜味儿。一切顺利，这把稳了。同志们，我忽略了一个事情，这玩意儿吧，不光米其林喜欢，猫也挺喜欢的。你至于吗？啊，吃的好开心啊！我就真的
千算万算，唯独就没有想到这货。哎，我算是知道为啥米其林不让点菜了，出一点点问题就又得等2个星期。这些酱全坏了不说，这个酒香气也没了，还有液蛋全都得重买。哎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拖更的，求你们给我点个赞，鼓励一下吧。在我的悉心照料下，新一批的种子总算长成了可以食用的样子。过冷水的话，得遇到比它更低的温度才能形成冰晶，所以在摆盘之前还得把甜瓜和活跃酥扔进液蛋，泡半分钟，让它们变成冻结的状态。OK， 全都搞定了。只要把过冷水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拧开瓶盖，然后这样。肯定是开盖的时候动作太大了，得小心翼翼地打开盖子，然后倒上去。这刚到瓶口就冻上了，我也是没想到的。看来这个东西得要技巧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，只要手稳一点，让冰块慢慢的像这样堆起来。哎，你们有没有那种写程序的时候各种测试都没问题，但一上线就出 bug 的情况？我觉得我这种就是。怎么这么难啊？要是这期没有5万硬币的话，我再也不做这么难的东西了。我实验了好几天，终于找到了它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开瓶的时候，瓶底要悬空，倒水的动作要缓慢而又坚定，瓶口的高度也要和冰块始终保持5到10厘米的距离，才能让水在没有升温之前就结成冰块。总算完成了，那么就请你们先吃吧。九层塔的清香，配上回回酥的干爽，佐以茶杜氏糖的香甜，这就是耗时了4周的味道。而这座水的城堡，则是它最大的亮点，为池间带来冰凉的同时，还夹杂着欲拒还迎的反抗。这种魔法般的料理，其实只要掌握了原理，就一定能变成令人惊叹的形状。谢谢大家，如果喜欢这样的视频，就给我来个点赞、投币加关注吧。我是大碗拿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